我们来到了扎格雷布，扎格雷布是克罗埃西亚的首都。来到扎格雷布，我们走进了上城区。扎格雷布也可以算是在巴尔干半岛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了。我们从刚刚看到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我们就开始走上了扎格雷布上城坐落在这个城市山丘的高处，这个中世纪城区必访之处，上城区祥和宁静。每到了秋天，当我们来到了克罗埃西亚，总是有时候很麻烦。为什么？秋季啊，它的天气啊稳定度比较没那么高，但是呢，秋季又是一个在巴尔干半岛春秋两季啊是最适合旅游。这个气候非常的好，再加上它有花或者是枫叶啊，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啊随处可见的动荡的历史的轨迹。以前他们的屠龙战士底下他踩的那一条是龙啊，虽然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不太像是龙啊，比较像是头上，但是呢，在这边屠龙战士可以算是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城市的象征。上城区的中心以圣马可广场上主要的圣马可教堂为经典。我们等一下会走到圣马可教堂啊，扎格雷布的历史，我们从这个门过去就可以感受得到黑面圣母啊，而这一个是圣马可教堂，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是圣马可教堂，13世纪最大的景点，马赛克的屋顶啊。博物馆众多，在这儿有看得到扎格雷布的文化遗址。扎格雷布包含了我们走到圣马可教堂，这个圣马可广场再往上走，就可以看得到扎格雷布的缆车有120几年的历史啊，还有整个扎格雷布旧城区美丽的样子啊。在我们在扎格雷布停留的时间呢比较短暂啊，这个是黑面圣母经过的一场大火在城市当中，但是并没有把圣母像烧掉，所以代表圣母非常的灵验啊。那我们现在往下城区走回去啊，为什么天气啊有时候出外拍摄有点麻烦，就是这样哈。像我们现在离开了扎格雷布，来到了下雨的桃花村呢。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当下出国的时候哈，大晴天，时间多哈，我们拍摄的点呢，还有过程啊就比较长啊，有时候没有办法，天公不作美啊。秋季就是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就是因为以这种温差的关系，使得这里的树叶变得呢红黄绿啊，特别的精彩，特别的美。那有时候遇到比较大的雨就很麻烦，像我们来到了桃花村啊，因为雨势比较大哈，地上湿滑，有时候我们拍摄到的景点呢就没有办法像晴天来的那么多，因为有时候要顾及安全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才会下了一个标题：克罗埃西亚下雨的桃花村啊。还有酷酷哥啊，下雨的桃花村，你看呢，大家呢就让雨中漫步啦哦，虽然规身躯拢会打面，不要紧啊，不要紧啊，雨中集锦啊，反正也好久没有在下雨天的时候散步哦，换个心情，换个眼界啊，看到的东西呢，竟是截然不同。对景点看，这是一个路边作势的景点，但是这个作势的景点呢，真恐怖，啥那真恐怖呢？因为呢，台湾的路云下甲翕了了，沙滩的台湾呢推展它，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景点，竟被我们台湾市场活生生的把它炒作了起来。现在几乎所有的台湾团在前往16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下到这一个转角处的桃花村啊。这里拥有的水车，拥有的比较小规模型的克罗埃西亚的经典行程非常的小，从一个小农村不需要门票呢。人多到开始收门票了。那我们现在呢，在16湖的路上啊，我们往着克罗埃西亚16湖的上巴湖的路上走啊。那枫叶这应该叫红叶啊，在16湖我们所看到的叫做红叶，红叶的红啊，很特别啊。它红的时间点，在同一个山区里面呢，树木所接触到大自然的
这种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会球爆昂卡金，我会球爆昂卡板，就会呈现了绿色、黄色跟红色。有时候同一个景区甚至只有单一棵树红掉，其他的树都还没有红掉。秋天就是这样，它整个气温在变化，一下子高一下子低的情况之下，就让这些树叶呢产生了不同时间点的颜色变化，也变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把它说叫做什么彩色的童话世界。我们抵达了克罗埃西亚的16湖，走吧，每年我们必走的行程，每年我们秋天必游的行程，秋天也一定会来的行程。克罗埃西亚16湖的上巴湖。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上巴湖的景色吧。虽然我们每一年的人数都不多，为什么啊？我们排的行程还是跟市场上不太一样啊。但是没关系，让我们来看看每一次我们的感受哪里不太一样。16湖啊，16湖还是一样，每一次来到我就会想起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个大概8、9年前吧，没有看到很多的游客啊，游客大部分充斥的是欧美的游客啊，进来这里面也相对的简单很多。多年后再来16湖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变得非常多的人，华人团体多很多人来巴干半岛呢，几乎都是冲着克罗埃西亚16湖的上巴湖来的。但是我每一次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都一直跟所有的朋友们啊，去聊到这件事，就是巴干半岛真的不是只有16湖，巴干半岛其实很多地方很美。哎呦，你看这个原始生态多好啊！其中类似蜥蜴、蝾螈类的这种小昆虫啊，爬虫类啊，不是小昆虫，爬虫类啊，在秋季的时候常常会射出来啊。有时候你那运气较好的你就弄个拄到。我很常看到，尤其是落雨天了因落雨天了，大家看得好，这个色泽呢吸引大家光看看还有一些什么蘑菇类的啦，这里因为湿气比较重嘛所以这里很多的爬虫类很喜欢这种氛围啊。还有没有看到你看他还在看着你呢啊。所以我前面刚刚有提到了16湖景区的这整个特色啊，真的美啊！16湖真的算很不得了一个景点啊。它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呢，一定有它美丽的地方，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对那个观众朋友讲其实全世界有这样一个所在，你去佗的是伊的景点、伊的文化伊的人文，做这方式啊，不是单单的翕一张相就离开啊。你讲爱我了解伊，我感觉旅游轻松的好你去啊，你可以听得到历史啊，你可以干嘛听？你听不到历史呢？我们去，不管是交朋友、喝咖啡或者是看看这些美丽的景点，当做自己的放假、充电、休息都可以啊。那我也一直告诉所有的朋友们说，其实旅游景点的千变万化啊，真的有时候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有一个景点可以看啊。往往大家呢会被广告的噱头这一窝蜂的往这边走，但其实这个国家附近还有周遭带有更多其他的特色啊。所以我说巴尔干半岛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再开发的行程啊，不是只有单单一个克罗埃西亚的16湖可以看而已啊。前提是我已经告诉大家，16湖是真的很美，但是当大家把巴尔干半岛只跟16湖画上等号的时候，我觉得好可惜巴尔干半岛土地面积之大，10来个国家，不单单只有一个克罗埃西亚，在巴尔干半岛你可以选择到各式各样你想要的东西，不管是奥特曼的历史啦，希腊所留下来的历史啦，罗马所留下来的历史啦，还有伊斯兰教在这边开始呢，徜徉下去他自己的理念的历史啦，很多这说不完了。巴尔干半岛之所以成为欧洲的火药库，就我前面所讲的文化、种族、民族这3种的交集。当然，从巴尔干半岛
脱离了前南斯拉夫的共产体制之后呢，巴尔干半岛开始被人们一样一样的发现了出来，每个国家就开始出现了每个国家截然不同的特色景区，这些特色景区呢，就吸引了每一个人前往来这边旅游，来这边看这边最美丽的风景风光。我们现在来到了巴尔干半岛，最著名也是最多人把巴尔干半岛跟克罗埃西亚画上等号的，叫做16湖。16湖分成了上巴跟下巴啊，下巴就是把湖分区啊。上面8个湖，下面8个湖走啊，同一天走呢，怕比较辛苦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就分成了2个情况走啊，一个就是今天上巴湖，隔天再走下巴湖。有没有看到这景区啊？它红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它会红一定有它的道理，太美了，真的美，而且它这种美呢，很原始，就是没有太过人工，就是这样，没有太过人工啊。这也就是克罗埃西亚它吸引人的地方。以前进来这边呢，不需要有当地的导游带你进来。现在的克罗埃西亚，我说欧洲现在非常多的旅游景区呢，已经走向了保障当地劳工的情况。常常呢，必须要派一个人带着你走啊，就像克罗埃西亚的16湖也是一样啊。其实自己在里面 hiking 慢慢走就好了，但是呢，国家为了保护，你就必须再派一个人呢带着你走啊，当然你的成本就会高了一点。所以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旅游欧洲的时候呢，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欧洲有的费用这样，有的费用这样子，很简单有的费用高，有的费用低，都跟你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甚至现在近年来台湾、欧洲团体呢非常流行从中国大陆转机啊。那中国大陆转机，因为你的飞机呢飞越中国大陆的领空，飞往欧洲线，所以它整个机票呢就变得非常的便宜啊，价差就来到了可能6、7千到1万多块等等不等啊。那你所走的景区是自由活动还是不是自由活动，其实都有很大的落差。当然呢，就看你选择了哪一样。有的人非常 OK 啊，他以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选择，那其实那就可以得到你自己所需的。但是旅游行程呢，其实呢充斥着不一样的变化跟不一样的感觉，这要用心去感受，要用心去体会。我们走向了16湖、上巴湖，看到这些木栈道，水呢就从木栈道的底下流过去。这是我说的，以前这条路上不会有人，现在红到这条路上走啊，咱该排队就是我啦行该排队有无？以前真正，我跟你讲，我第一道来时根本呢，这条路空拢无人有当时你路行到最后，你还会有点怕，为什么？敢是这条路，那拢无人今摆不是啊，今摆是行到细个无先去有人客咧掉到16湖里面虽然签证但是呢无共，是规个拢无共的啊。一个所在你甲看，红甲全世界的人拢要来你讲到真正感受如何？我是觉得很漂亮啊。当然，你说它的枫叶景色，如果跟很多的枫叶国家，像加拿大等等比较起来，你说它枫叶景色好不好不，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应该是说它这里所看到的叫做五彩叶跟着我们常拿来比喻的九寨沟，其实有一点类似的景色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氛围跟不一样的感受。来，让我们来享受一下吧，16湖的美丽景色
看到这些流水声，听到这些流水声，心里面呢舒畅很多。我很喜欢自然景观，我也很喜欢人文风情。那有什么我不喜欢的？好像没有。这个就是爱旅游的人的心态。克罗埃西亚16湖创建于1949年，是东南欧历史地理当中最久的国家公园。它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的遗产。在这里拥有了这个特殊的地貌、不同的景致、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16湖嘛是克罗埃西亚地标啊，每一个游客来到16湖一定会行入来。其实伊的原名叫做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啊，不是当地的名字啊，就是我讲普利特维采群国家公园啊，可能没人知影。您该都无去16湖哦，对，有当下嘛是爱用16湖啊来去甲好啦啊。那这个所在16湖的国家公园啊，伊其实拢是喀斯特的山区啊，这内底真侪石灰岩沉积形成的湖泊、洞穴跟瀑布。那它做的最棒的就是什么？它的木栈道，走16湖算很爽、很轻松的啦啊，走起来那个路线啊，很轻松啊啊。那这里面湖里面很多的鳟鱼啊啊，所以它在很多的旅游行程，你行路我真的觉得它是非常轻松的。都是这些木栈道啊，唯一一点啊，就是你行路的时候啊，小可留意啊，卡步呢是叮当啊，有没有？就是脚步如果沉重一点哦，还是你上无注意看，哈哈，你就在16湖游泳啊。所以在这个16湖旅游过程当中，最主要就是小心再小心了。面积呢大约294.82平方公里，一般将这个公园区分为上湖、下湖。上湖呢包含了12个湖泊呢，多为湖多湖多山的地形啊。那下湖呢，石灰石峡谷，4个湖泊呢拥有较大的落差，形成大大小小的瀑布呢，声势极为壮观。下湖区普莱斯特大瀑布更是高达了78公尺。很多人说，什么时候来上水啊？我跟你讲啊，你问我吼，我绝对跟你讲哦，你什么时候来拢水啊？有的人会讲伤旱啦，无好的什么时候来拢水的，真的啊，我嘛有拄过。专门要冬天来的，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啊，我本身太喜欢冬天了，我喜欢凉爽的季节，从秋天到冬天到春天，我都很喜欢，不一样啊。那你说我夏天喜欢去哪？我夏天就喜欢去海边咯。所以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是克罗埃西亚的冬天，通常在11月份到3月份呢，上湖区我们现在走的有时候会封闭，因为雪啊会把木栈道盖住而不能够走。克罗埃西亚一般啊，伊的季节嘛是安尼吼，一年四季当中上贵的时间呢，就是秋天，再来是春天啊，再来是热天。冬天呢，当然啊，顶房的人较少，价格也比较便宜啊。我觉得不能用贵还是便宜啊去区分它啊。我觉得有时候旅游行程呢，当然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啊，想要投入在旅游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会常讲说：“哎呀，拜托，我们哪有钱呢？我们哪来呢可以常常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旅游当中，除了靠自己的经济能力有没有办法去旅游之外，当然要自己衡量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的身体状况。但我觉得，如果当你今天有那个经济能力，身体状况又很好，你会认为你不能常常出去，错了哈。就是这样，多走多动多活动啊，其实体能会越来越好。真的，旅游当中当然会疲累哈，但是你如果把它想象当作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啊，或者是运动啊，那怎么会累啊？那就不会累。那种累呢，是可以休息以后恢复的，可以休息以后恢复的。那再来呢，很多人说哇，哪有那么多钱？我每一次都讲啊，1个月让你出国一次啊，让你花5万块，5万块就好了。那1年呢，算多少？1年可以让你花60万啊。那我1年算你100万好了，一个人出去旅游1年算100万，像那有的肯定不一定5万嘛，有的3万，那有的10几万嘛。一档给你开100万，10档呢，会使给你开偌济1200万，20档呢2400万啦。你想看卖，你若对60岁开始旅游啊，你若有欠3000万的人啊，60岁开始旅游，你会使旅游到几年？有人讲啊，钱就开了，无趁钱来要创啊会啊？趁钱来要我家己开，难道要甲欠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心态啊！很多人忘记了什么叫做及时享乐。及时享乐，如果你是15、16岁、20几岁，那不行啊！你没有未雨绸缪，没有未来啊！所以呢，及时享乐不适合在那个年纪啊。但是呢，当你努力工作了一辈子，不管为了家庭付出，为了任何事情、工作等等呢，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及时享乐变得很重要哦。为什么？其实你赚那么多的钱，除了为了你的下一代，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赚钱的目的有很多嘛。但当你停下来手边所有的工作的时候，你是否也该为自己来充电，来去游览世界？如果你的心态 OK， 你的财力可以让你过得去，我觉得人真的要多为自己想。然后呢，有时候呢，不要想太多想太多，讲以其谁各料不喝安暖，儿孙自有儿孙福啦。虽然这老一辈传统的观念很难改变，但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人生需要放手一搏，去冒险，去探险。有时候人生呢，也需要让自己的儿女懂得自己去开创所有自己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保护过度，或者是呢，把它永远拉在身边呢，我相信呢，有时候不一定会为你带来更好的成绩以及结果。我们游完了上八湖，我们再坐着这个大轮车前往下八湖。